因为 Raman 初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自己的校园，我们在吉隆坡巴生谷一带借用好多所中学。69年之前，我们只有一所大学，是马来亚大学。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实不多。我记得我那一届呢，我同班的来自沙捞越、柔佛、芙蓉、霹雳、槟城、吉他一大堆集中在一起，都是有共同的经验，就是进不到大学先修班，它门槛很高，你必须考到第一等文凭。我们又没钱了，我们都是清寒子弟，出国留学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校友跟我说，拉曼呢其实不是他最理想的选择，但是当时候他是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出路。不进拉曼就没了，就终止了。唯一的选择，唯一的选择。所以我们说拉曼人，一旦拉曼人就永远是拉曼人了。我们很感恩，它改变了我们的一生。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请在观看的观众一定要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那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拉曼理工大学所推出的一个纪录片《红砖拉曼人的故事》。那么现在在我手上的这张海报呢，据说就是这部电影的海报，对吧？是。那我们今天呢就很高兴的，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在我左手边的呢是拉曼理工大学的理事会主席兼拉曼校友理事会主席淡水陈广才，来欢迎你。谢谢。是。那另外呢就是拉曼理工大学的校长李世伟教授，李教授欢迎你。好，谢谢。是。好，那让我来稍微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的一些背景。因为拉曼理工大学呢已经成立了55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他们在2022年呢正式从拉曼大学学院呢升格为拉曼理工大学。那么这一部纪录片呢得以开拍，主要的功劳还是少不了管理层还有拉曼校友共同的努力那么其实今天我真的是非常的好奇，为什么要开拍这样子一部的纪录片，它背后其实投入了多少的努力，那这部纪录片它又要给我们的观众呢带来一个怎么样子的启发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今天来聊一聊的。那其实我最想先请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一部纪录片它最初的构想是如何诞生的？为什么你们会决定要开拍这部纪录片？你们想要传达的讯息又是什么呢？其实呢，我们在大概1-2年前，我们在想呢，说这个拉曼的历史，我们拉曼人的故事，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在讲述我们也告诉我们学生这个学院，然后现在这个大学，它来得不容易很多的那些辛酸的故事尤其是在初期的时候建校的时候的那一段时期的那种发展那很多人的努力，但是呢我们总觉得很像还不到位还是很多的学生甚至有一些校友也不太明白这一段就是说拉曼这55年走来的这个路程，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一个定 out 的 box 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们就讨论以后呢，我们做一些 brainstorming， 我们觉得不然就拍一部比较有娱乐性的但是是依照那个历史的那个historical outline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描述，然后讲我们拉曼的故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了这个不然就拍一个纪录片，但是纪录片又纯粹纪录片又是太干燥，太严肃可能干燥了一些too dry所以我们就想不然有一些娱乐性的就把它合在一起 ，OK，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构想是校长，其实我也认同你用电影的方式，其实可以更好的记录的同时，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这一个学校它一路走来，它所经历过的艰辛，而且它得来不易的地方要说它得来不易的地方的话呢，我相信淡水应该
有一些的心得吧，可以分享。就是其实在拍这一部电影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丹旭你也看过一些内容，可能脚本啊，或者是出来的成品，你自己在看过之后，我最好奇的就是你自己心中最深刻的感触是什么？因为你一定是看着这个学校从以前到现在一路走来的过程嘛，对不对？好，拉曼理工大学从1969年开始，从一间很小的社区学院发展到后来的拉曼大学学院，到2022年再次升级成为全面的大学。顺势在那个时候做一个决定，把它改成Tunku Abdul Rahman 理工大学，就是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这55年的历史呢，它不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拉曼学院发展的历史，在这55年里面呢，它也是国家这个教育发展的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尤其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学院，但是学生主要是华人，所以它也是一个华人教育发展的很重要的一段历史。所以刚才李教授他提了为什么我们要拍这个构思，他的这个背后一些想法是什么了？我们想通过这部电影呢，可能描述拉曼在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对建国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那么最重要就是这一段历史呢，是很多拉曼人的一个共同的回忆吗？一个共同的回忆，所以把它留下来，我想呢是非常美好的这个事情。因为我本身是拉曼人啊，我们说一旦拉曼人呢，就终生拉曼人啊。对，我听我哥哥也是这么说过。对，然后其实我们部门里面也有好几个拉曼人啊。好，那其实因为这部电影的名称，我觉得取得非常的好，叫做《红砖拉曼人的故事》，就像丹水讲的，像校长刚刚有提到，但其实我在思考说红砖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特别的意义嘛？然后在这个红砖的背后，其实可不可以请两位也来跟我们透露一些在电影里面有的情节，或者是没有的情节也没关系，就是在你们脑海里面、你们记忆里面，红砖拉曼理工大学这间学校里面给你们留下最美好的记忆，或者是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请二位都来分享一段好了。这个红砖呢，就是当年1976年，现在拉曼的校园建立的时候呢，我们听了一些前辈的话，就是说他们在外国看到很多大学就是很朴素的这个红砖，用红砖建立这个主要的这个建筑物，它很朴素，但是又给人家看到很庄严。所以那些前辈呢，就把这个在外国考察之后的经验，那么带回来，那么作为当时建立现在这个校园的一个参考，也以红砖为主。所以早年的拉曼学院的主要的建筑物呢，就是一片一片、一面一面的红砖，到今天还保留下来。这个红砖是这样而来的。但是我生活在拉曼的求学的生活呢，我是在红砖之前。那更早了我更早，因为拉曼初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自己的校园我们在吉隆坡巴生谷一带，借用好多所中学我是在教来中学。以前还借用别人的学校的设备。早年我们是在别人的屋檐下是完成我们的学业的。我在教来中学有这个公益中学、Cochrane 中学、中孔中学、公教中学、Maxwell 中学等等。我们当时的学生呢，
就是等上午班下课了，我们才去借用别人的班级，然后读书读到傍晚再回家。当时的拉曼是在很辛苦的情况之下，真的非常刻苦所以我们特别珍惜所以我们这一代的拉曼人呢是红砖之前的拉曼人。当时我们也捐款了，大家每个学生都捐款，建立这个红砖的这个校园，所以后来的拉曼人呢，1976年移进去之后呢，就在这个红砖的环境里面成长，所以红砖对每个拉曼人，尤其是76年过后的拉曼人呢，有特别的这种感情跟感受。所以这部电影它其实在讲述的也包括了红砖之前的故事吗？主要是在红砖之前okay. 那一段因为在成立的时候，像刚才丹西广才说的我们是借用别人的课室上课的，所以当时候的学生的那种学习的这个他们生活，他们的就是说我们在影片里面会有讲述这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学生的故事，是他们的家庭背景之类的，大家应该都了解说拉曼生了很多都是中下等家庭的背景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有一些访谈我们校友分享，包括丹西广才有分享他们的当时候的那种情况是这样子。然后其实校长，我想要请问的就是说，在整个故事的情节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跟你的生活经验或者是记忆有连结的呢？我本身不是拉曼生但是这个年代嘛，对，但是我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所以我也很深入了解了拉曼的那个背景那我的感觉是呢，拉曼人的对母校的那种情怀呢，是我想是很特别的，是很特别的。所以呢，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管理层，我们在这个学校的管理方面呢，我们的校友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来支持我们的学校。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影片的制作过程中呢，我有参与就是说在那个策划方面就是说在 production 的那个在初期的时候，所以那种有些构想的是我有参与了，所以我就觉得呢我们必须要找出我们那些当年的那些校友，尤其是在70年代的校友，包括丹西广才呢请他们回来分享当时候的情形然后为什么会到拉曼呢？是不是有某种原因还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发现了很多都有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背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拉曼这两个字，其实在马来西亚，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它就代表着在马来西亚特殊的一个社会的环境跟气氛底下，它所形成的一所学校。是那其实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现在也都是社会当中的中坚分子然后也都对国家社会有很多的贡献。但是这一个拉曼过去学生的成就，其实他能够如何来启发现在的学生，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知道，很像这一次也有拉曼的学生参与在这个电影的制作里面，对吗？是。我想我希望说呢，我们现在的学生呢可以了解当时候他们的学姐学弟吧学兄就学长跟学长们学姐他们当时候的情况我有听说过我们的校友跟我说拉曼呢其实不是他最理想的选择，但是当时候他是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在影片里面是有把这个讯息传达出来，是所以我们学生呢，现在的学生珍惜现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他们的学习的这个在拉曼学习的这些设备环境跟学习的机会是包括了像我的家人，我哥哥当初他们进拉曼，虽然不是拉曼理工学院但是我相信进到拉曼系统里面的人很多，他可能他成绩也蛮优异的，可能在 SPM、SDPM 都拿了好几颗 A，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特殊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入本地大学。那如果你家境比较清寒，或者是没有这么好的经济能力的话，没有办法送出国，真的拉曼就是一个唯一的选择。是。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其实我们就可以回到来看说，拉曼当初他的创校的理念，还有创校当初他的一个想要为这些学子来服务来教育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可不可以在这个部分也来跟我们分享呢？就是为什么拉曼理工大学当初他要创校，他的初衷是什么？会谈到55年前的那种情况，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实不多。69年之前，我们只有一所大学，是马来亚大学。然后69年，当然同时后来成立了这个国民大学，而且呢，当时我们是考在 Form 5呢，高中我们考剑桥文凭 MCE 现在是 SPM，那时候是 MCE， 是由剑桥主持的。那么 Form 5之后呢，你考这个教育文凭 MCE。然后呢，你要再进入大学先修班或者其他的学院，它门槛很高，你必须考到第1等文凭，我是考2等。你的马来文必须要优等，你的 aggregate 不能够超过24分，所以能够符合这个要求，跨过这个门槛，进入政府的大学先修班非常少，所以很多人就虽然有心去深造，但是深造之路呢就停在这边，没有办法。所以有鉴于此呢，当时我们马华公会的先贤就认为有必要照顾这一大批的青年学者，让他们有其他的另外一个选择。所以拉曼学院成立的初期，主要都是这样的学生。我记得我那一届呢，我同班的来自沙劳越、柔佛、芙蓉、霹雳、槟城、吉打一大堆，集中在一起，都是有共同的经验，就是进不到大学先修班。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拉曼我们又没钱，我们都是清寒子弟，我爸爸妈妈是小贩，出国留学是不可能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拉曼就是当时不是最好的选择，那是唯一的选择。不进拉曼就没了，就终止了。唯一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当时。所以这个红砖拉曼人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是跨越红砖前跟红砖后。我们第7年就进入红砖了，我是第6年来拉曼念书，我在那个跨越的那个阶段，就是那个阶段。这个故事的内容，它就是谈那一代人，几个年轻人来自偏远的地方，好像我来自文东一个Kampong巴鲁新村，我上个星期才去了文东，来到那边，所以里面的演的我们都很深的感受，所以我们说拉曼人一旦拉曼人就永远是拉曼人了，就我们很感恩，他改变了我们的一生。是，我相信这个改变一生的经验呢，肯定是很多的历程，包括了你刚才所说的，连刚开始的时候，连班级课室都要去跟其他学校来借。那就让我想到，如果
连这个上课的场地都这么困难的话，当初的比如说教科书或者是师资啊，这些要怎么样去克服呢？教科书当然是也没有问题，就是一般的先修班的教科书我们读。我在 Raman 的经验呢，是我一生中很珍贵的一段经验。我所遇到的最好的老师都是在 Raman 学院那个时候。一些是全职，一些是兼职，都非常非常认真，非常认真。好像我的中文老师，南洋大学毕业的，教学很认真，非常认真，激发了我进一步对中国文学的探讨的这种意志。所以后来我到马来亚大学就念中文系，它影响了我一生了。我其他我的地理老师、历史老师，到今天我还跟他们联系，50多年后还跟他们联系。所以给我们指引很明确的方向，所以我们也非常珍惜在困苦的环境之下给予我们一个机会，一个深造的机会，我们都很珍惜。所以在这部电影呢，我看了很多，就把这种精神反映出来。我们也想把这种精神，让我们的学妹学弟去认识它，然后感染，然后继续把这种精神在现在的红砖城里面呢继续发挥。所以用红砖这个拉玛人的故事作为这部电影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意义的。我相信这部电影一定是非常有意义啊！而且我听Dan Sri还有听校长这样子分享，我就可以想到说，现在的年轻的学生，他们肯定没有办法想象过去那种克难的日子啊！所以我相信这部电影呈现给大家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是如此的得来不易。是。那么，其实这部电影呢，它具体什么时候会上映？哇，听到二位这样子分享，我已经很期待想要看到这部电影了。其实那个电影最后的版本已经交上去了。那个 censorship board，所以我在等待他们给我们这个 final 的 approval。那过后呢，我们会就跟各地的这个电影院我们做安排，然后我们预计在12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电影院上映。12月份的时候在电影院上映，OK， 还不能够 confirm 现在，因为那个 censorship 还没出来对，还没出来。好，那可以算得上是呢，非常特别的一次的电影宣传啊。其实我觉得今天说是电影宣传，我觉得更多的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诉说拉曼理工大学在过去红砖之前一直到红砖之后的这样子的一段的心路历程啊。那真的很期待这部电影可以很快的上映。那虽然我们现在提前很久来宣传这部电影，是，但是今天这段对话真的是也给我很多的启发。今天非常谢谢二位，非常谢谢Dan Sri，谢谢校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们。好，谢谢。那不晓得正在收看的你，这个时候你对于这部电影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是不是也是非常的期待想要看到这部电影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那这个时候在观看的朋友可以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得到我们最新的发片消息。我们下次见。That was a very big setback in my life. I was extremely disappointed. I was lost. 依据当时候的教育法令跟政策，等于没有了出路。马华大会通过22项议案，支持设更多官立大学。1968年6月，高教委员会把他们的计划书提升给教育部。Have you thought of a name for the college? We would like to call it Tunku Abdul Rahman College. Kita kena bantah College MCA. Polis ni untuk semua orang, bukan Cina je. Apa tak nak dengar lagi? நம்ம புள்ள நாச்சும் படிக்கட்டுமே. 哎，别上面的，我把你这个讲。不要。够了！我不想就这样子坐着等奇迹出现啊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education. Tar was already on the way. It was unstoppable already by then. 我哋窮咩都好，千祈唔好窮教育。拉曼學院的設立
承载着很多人的期盼和希望。就是我们学院的创办人哎，我来了。 Welcome to our new college. We have high hope in all of you.